底胶润一下笔啊，底胶润一下笔。现在用的是甲油胶去铺甲面的颜色，甲油胶铺甲面的颜色。来，好了，来，我用了一个紫调，紫调呢，我可以直接涂，我也可以在甲面上去刷出它的颜色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这个方法啊，就是你们觉得怎么方便？如果有对应的这个甲油胶颜色，就可以直接去涂了，忘记涂底胶了，先涂底胶，以防万一，就省得咱做完了照完灯，回头不小心开个缝全掉了，那就有点得不偿失了。所以说，来，咱们家甲面先去涂底胶。就是这个去结合我们前2天学习的东西，只不过把它给再画的复杂化一点，就是图案不再像那种卡通图案，就是很简单的啊，图案那么简单，需要大家多去找每个眼睛、鼻子、嘴巴、爪子、耳朵等等每一个部位它的比例。来，照灯啊，先照灯，比例都得找。先照干，然后我们直接用那个去甲油胶，我就直接在甲面上去调色了。如果你们怕自己调不好的，或者说瓶装胶不好刷的，可以在调色纸上先调出来，再往甲面上刷底色，再往甲面刷底色啊。不需要第一层不用涂匀啊，有的时候一层涂不匀的话，那就2层叠加。然后这个呢，我怕它比较透，所以说我不想要太透的效果，我可以先去薄涂1层，先照灯，然后叠加第2层颜色。这个笔润透之后就好用，一不润透它就效果就差了那么一点点。你想想，大家想一下，就是紫色蓝紫色它是怎么调？是不是就是红色跟蓝色去进行调色调出来的？所以说，如果偏紫色里面像紫色的一个甲油胶想要偏蓝一点点的话，那肯定就是要加蓝调一点嘛，对不对？而偏紫调一点点的，那就是红跟蓝去配合。然后所以说在这里面往里加蓝也行，你去加的就是主要还是蓝色啊，让它暗一点。好了，来在甲面再涂1层。这个跟大家说一个，在画彩绘的时候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就是不管你们画到哪一步，如果你们需要照灯的时候，照灯时间一定要够，尤其做顾客啊，因为一旦某一个地方照灯你涂的又厚啊，涂胶涂特别厚，结果照灯时间不够，拿出来它就会缩胶，甲面缩成一胶它是不可逆的，你只能磨掉，但是你一打磨，别的地方图案可能会受限，所以说咱有的时候画这个本来售价就要高一点，所以说咱们用时时间稍微延长一点，给它画精细画仔细了一些，好不好？千万别说我照到10秒钟、20秒拿出来接着去画，你画个小眼睛点个小点点那行，但大面积涂色的时候一定得记得不要那个啥啊。你看我在甲面上我直接就这么混着颜色去涂，然后涂出来的颜色它就会有点是不是偏这个底下紫调一些。其实你们最好还是调好的颜色再刷啊，就刷一个整个颜色就好，就不用像我这么费事儿复杂。有的时候刷个灯别痕这么重呀，你就去润下笔，这笔一定是有点干了，太干了，刷痕一个笔不柔软，另外它刷起来刷痕就会重，好不好？刷痕就会重一点。你们为什么要斜着刷？因为我想让它走一个斜向的纹路，就虽然是调色，调完之后它的颜色走向肯定是竖着刷就是竖着的，斜着刷颜色就是斜着的啊。是你卡吗？我这应该是不卡，我看看来。大家卡不卡？我这应该是不卡啊。看看我的这个纹路出现完成了。然后这个上面先照下灯啊，大家甚至还是可以怎么样呢？就在这个紫色之后，再单独去铺一点点的蓝，紫色之后单独铺一点点蓝调也可以。就如果叫混色，我怎么也混不起来，怎么这么丑呀？那你就一层一层的去操作，或者说直接调调完了往上面去涂，好不好？为什么刷子越干？晕染的时候为什么刷子越干越好呢？什么时候跟你说刷子越干越好？做晕染的时候，我是不是每一步都让你们先去润笔？是不是都让你们先去润笔？你应该是记错了啊！我从来没有记得说做晕染刷子要干燥，一定是润笔，一定要润笔的。但是我记得要不就是我从来没有这种想法啊，让大家去把这个叫什么做晕染刷子干一点去刷，是做渐变的时候刷子得稍微干一点点。对，渐变，是的，渐变，这样咱俩就对起来了，这就没错了。好了，
基本上就完成啊。你看我这甲油胶，你每一层先把底色打上去，这样呢就反正底色占面积比较大，你要单独画吧也不好画，所以干脆咱就提前把这个颜色弄上去。让它纹路有深有浅有紫有蓝就可以，不用很均匀啊，不需要很均匀。打好底色之后照灯，这个时候底色部分还没算完成，这个时候大家需要准备一块小海绵，或者说你们有化妆蛋的，剪一点点下来准备个化妆蛋，然后用这个白色的甲油胶啊，白色彩绘胶取那么一丢丢。哎，真帮我拿一个橘木棒。白色一点点，谢谢，一点点白，然后小海绵，你们剪下一块来用就行，点点点点点，把这个颜色吸上去，颜色吸到上面去，然后在这上面我们去给它进行随机的拍打，尤其是上半部分啊，图案的上半部分，你看我们就随机点一点。看到没有？它出来的效果，它就是有一些这种感觉，但是边缘又不能很整齐，所以我们在点的同时，可以反过来点上颜色之后，我用反面把一些边缘给它虚化过渡，是不是这样？它的一个白色叠加效果就有了。就是我们没有画泡泡啊，咱就不画泡泡，咱就简单画去操作，但是也得有它的那种效果出来。你们也可以自由发挥啊，不一定非就是按照我这个想法，一定得这么去走，是不是？有深有浅。然后边缘要别那么的整齐，照灯有点快，跟不上。你们其实我这个底色，我觉得你们应该能找到一个差不多的颜色，就是每个人用的颜色不一样，你们只需要把底色涂好，然后找一块小海绵，这样彩绘胶把表面点就好。然后你们照灯的话，照灯30秒钟，别刷的太厚，照灯30秒就好，别照灯时间太久，太久可能会这个就跟不上。因为我一般来说30秒钟，每次都是薄涂30秒钟，好不好？这个底色大家去看看，你看现在看看，看到没有？甲面有这种紫蓝调，然后又用海绵去拍上去的一些白色纹路，咱们把它当成空气中的小气泡，有脏东西的先擦掉。稍等一下大家，我稍微等待一下大家，都看看都画好了没？试一下，看看大家都画好了没？这一步画好之后的同学，可以涂一层加布胶隔离一下啊。其实正常来说，你因为做彩绘，可能说是画的会比较那个快的，基本上就不用。但是以防万一，接下来画兔子我们会去擦，因为会容易画错，会擦。所以说大家可以先薄涂一层加布胶隔离一下，好不好？泡泡是咋做的？你要做泡泡的话，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这样吧，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有一个很简单做泡泡的方法，就是你们需要用到白色的这个透白色甲油胶和晕染胶。如果说你们要做泡泡的情况下啊，因为我不确定大家都有没有这个，我给你们演示一下，你们可做可不做，好吗？可做可不做。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正好等一下大家啊，白色晕染，这是晕染胶，刷到甲面上去，薄刷就好，薄刷即可。刷好晕染胶之后，透明的晕染胶，这个时候取这个乳白色、透白色的甲油胶，然后滴到你的调色纸上，有那么一滴，滴上去。等会儿啊，我给你们看看，扫一这里，看到没有？把透白色、乳白色滴到这儿，然后呢，就在这上面，你用一支点珠笔。如果泡泡想要大一点，我们待会儿就等的时间久一点；想要小一点，那么就用这个点珠笔。你看啊，就在这个甲片上，我们这样点一下，点一下。其实想要偏透一点的，就用这种透白色。我再用白色甲油胶给大家演示，你们去看啊，这两种都可以。用白色甲油胶。白色甲油胶，这样都可以做出一些泡泡的感觉来，好不好？做泡泡就是用白色甲油胶或者透白乳白色，你们觉得想要实一点，边缘纹路清晰一点，那么就用这个。你看啊，我先点上，点上之后它自己会向周围去扩散，然后扩散的时候，我们在这儿再点一个，当两个泡泡出现一个堆叠的时候，这个大家可以，你看偏透色实色。我刚刚说过，想要那个清晰一点，快速去照灯。还有一种方法是什么呢？大家来看一下啊，这个没电，这是一个可以这样去点出一些散状的，我一擦可能底下的白会消失掉一部分。另外一种方法是这样的，大家看好了啊，透白色
然后我用白色，我给你们演示一下，你们换成透白色，好不好？这是一个做出专门泡泡边缘的一种效果。我待会儿一擦可能都就没了啊。我给你们演示一下，白色，你们先不要做啊，先看好，看完觉得合适完了你们再做，先不要着急做。我用白色给大家稍微演示，可能我试试能不能看出来。一般咱们是用透白色。然后这个时候甲面咱去点什么呢？去点你的晕染胶或者是底胶，底胶或者晕染胶。你看点出去，白色可有点太实了，反光这么厉害，得给你们教明白一点。干脆你们是怕麻烦，直接拿这个乳白色往上去叠，那个叫什么来着？点上就行，点上涂上，用透色点个圆就可以啊，也不用那么复杂。但是你要单独做泡泡的话，那就不是那么去做整下的泡泡。来，晕染胶或者底胶，然后乳白色点上去，点一滴，泡开，能不能看清？大家能看清？这种小泡泡就有了啊，小泡泡就有了。很多你们看到的这个泡泡甲就是这么来的，多数是会以这种方法，晕染胶或者底胶或者加固封层都可以，上面会叠出一个小圈圈的这种状态来，好不好？都可以啊，都可以。看大家的选择，咱们用这种也行，我就这么点上去吧，我就不擦了啊，就不擦了。加固胶，加固胶，你看啊，我就一般方便话怎么做，拿这个点小的，然后再点个大的，对吧？它胶自己会把周围给扩散开，点个大的，但是注意你刷子别脏了，脏了你点出来就是不好看。是不是上面能不能去胶一下？近一点看啊，泡泡就有了。怎么看不清呢？大家，我先倒置一下，先照个灯给大家看。随便啊，随便做，专门做泡泡的胶有专门做泡泡，没必要呀，没必要。泡泡说实话，咱还有好多种泡泡，有好多种泡泡那种啊，不确定那个是哪种泡泡的情况下，大家就是就用这种方法去操作就行了。就是甲面刷一层透色，完了透色上面就去用那个不是透色乳白色，然后在乳白色上面大家用透色胶去点上几个点儿，然后它自己周围会扩散开，就出现一些透明泡泡的感觉了，好吧？就会出现透明泡泡的感觉。好了，我先倒置照灯了啊，先倒置照灯，你们知道就行。然后泡泡，我说实话，这个泡泡不如那种散散的效果会好，因为大家画完可能整个感觉会偏向于那种手绘一点点啊，应该不会像这个图片，这都是拿pad 或者说拿这种电脑去画的，像基本上 pad 去会画出来。会方便一点啊。然后如果说大家有 pad，你们要画画，然后你们可以用这个 Procreate 用这个，但是这个要花毛，你们可以从那个某宝上去买。然后画画途中，哎，你看日常，比如说我们想画一些图案啊，然后像这种都是可以用手绘，需要配合手绘笔去画的。然后大家自己设计创造的话也是可以的，看到就是去增加，然后这个需要有很多的笔刷在。你说给大家看一下这些软件，它会有很多的这个笔刷，各种笔刷去操作。看到没有？做纹路的有各种这种就方便很多，所以大家有的时候不要去。昨天我看大家在群里去讨论什么这个还原问题，对不对？说实话，有的时候我们想要做到一些这个效果的时候，手绘和这种用这个画它是绝对不一样的。看随便两笔，你看这个花纹就有了，要方便的多啊。所以说大家只要尽量去操作，能画多少画多少就行。然后比例别失调，颜色搭配别失调，一般图案出来就不会太差，好吧？好了啊，这个你看上面的泡泡能看出来吧？是不是就有了小泡泡？应该可以看清楚吧？是不是？好了，这一层之后咱就彩绘了啊，就彩绘了。那个擦一下前面的浮胶，注意我们在进行彩绘之前，如果甲面有浮胶，记得一定擦一下，不然会让我们的甲胶颜色晕色，看不清，感觉不对焦，啥也看不到，难受。我把这个灯拿掉，把这个亮的灯拿掉，这样大家能看清楚，是不是？这样就能看清楚了。我随便点了几个泡泡，没有刻意去点。但底下有这个白色，因为如果一加白，底色它会变得发白一点点，这样就能看清了，是不是？我把这个光调暗一点，美白降低一点，这样就能清楚了啊。好，待会儿画我就近一点去画，然后因为有的时候远处近处都有的时候就会虚焦，这个苹果
13铺，大家要拍视频，可千万别买它，一点也不好使，一点也不好使。好了啊，来画小兔子了。我们先去做什么呢？先去干啥来着，同学们？啥也没看清，这不在这儿，这不是给你们看了吗？然后大家要画一个图案，先干啥？先干啥？快想一想，先去直接铺色，还是先做什么？先定位啊，先定位，咱们快速去讲，看看有撑出时间来再去画其他。然后甲面底色打好之后，我们去进行图案的一个定位、定色、定位。然后我会用到什么胶呢？用彩绘胶去定位。请记住，用彩绘胶颜色比较实，上色比较好，而且它的这个颜色表现会稍微好一点。稍微好一点啊，然后另外再就是我们会把甲面画的这个有厚度一些。我现在在取色啊，白色和紫色的甲油胶去进行调色，白色和紫色甲油胶进行调色。大家来看，我先会少调一点点，调的浅浅的、淡淡的，方便待会儿去把这个颜色给盖住。对，先定位，对的，一定记得先去定位。不管拿到什么图案，想的第一步骤就是先定位，先把这个颜色调浅一点，调好之后，你看就有淡淡的这个紫，比你的这个小兔子颜色要稍微浅那么一点点，能盖住它就行啊，不要比你的这个颜色还要再深。调好的颜色来在甲面上，我们去给它进行定位。小兔子，我们在这个 pad 上面来说，从上到下找好它的中心点，或者说你感觉有3等分或4等分都可以，都可以。我呢是习惯性的定横竖2条中垂线。中垂线啊，比如说横线的位置大概在这儿，然后竖线找好中心点，找好它的中心点之后，这个时候我来去参照中心点到顶端它的头部高度是大概在1/2的位置上，1/2，比如说在甲面我会先去定一个中心点，老虚焦，我把小兔子先拿到旁边。定好中心点，定好这个中心点之后，上面的1/2处大概在这儿，我就是一个兔子的头顶的位置，然后它的下巴就是它嘴巴部分，大概也是在下面的1/2处。好了，基本的上下我们定好，耳朵呢是直接顶到最顶端啊，耳朵是顶到最顶端的，主要它的占面积最大的是它的面部，然后从中间开始去画好指甲中间的这条线，这样大家就不容易画歪，中间这条线定好之后，两侧它的这个小脸蛋最宽的地方，大概占到从中间线到指甲边缘1/2偏右一点点，1/2偏右一点点。好了，也就是说把它整个图案一个基本的框架给它定出来，它脸部就这么大，好不好？然后大家自己去按照你们的那个甲片大小以及你们看到图案，你们对这个图案的比例认知可以去稍微定一下啊，然后下面呢就是它的整个身子了。然后耳朵的话，看看从中间1分为2之后，耳朵可能从这儿开始往上去走，你先画出来，简单画一下。来，我去把这个线条给描出来，然后上面头部、下巴，然后再去找它，就是这个地方，同学们就看一下啊，就这个地方，上面咱有了，下面有了，左边右边有了，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看它眼睛站在多少，那还要再定一个点什么呢？从中间线到下端1/2偏上的地方是它这个整个嘴巴鼻子的一个高点，然后这边的位置是不是你看正好它塞的拐折点跟中间这条线在一条线上，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稍好一点？最右边偏这边最右边的宽度定好了，最右边宽度定好，然后怎么老虚焦呢？宽度定好，我们往上来这么一点点，那这个位置就是它塞的一个拐折处，两边同时左右对称着去定，这不就定好了吗？左右对称着去定就定好了啊。宽度在这儿，那它塞大概在这个位置拐折，在这个位置拐折，左右对称。这个时候从上到下画一个半圆，从头顶下来画一个半圆，看到没有？然后这边连接过去画半圆。你们不用非得按照我这个手法走啊，我是为了不虚焦，我可能会稍作调整。看到没有？是不是它的头顶盖又出来了？头顶盖啊！然后只需要把外边的线条，你先简单的画一个细的线就行，不需要这么粗啊。我就粗一点让你们看清楚，但是实际上画细线定位，我会以中间这个定位的点为准，这么粗细为准。大家先看完我待会儿我会调整。好了，头顶盖大家画好了没？就在你旁边定宽度的这个点往内侧挪这么一丢丢，然后这一丢丢呢跟你画的中间定位的横线，然后正好在一条线上，这样画就错不了啊，就这么去找。然后另外
把它腮的地方以及它下巴的地方，咱可以稍微描一下。下巴不是在这儿吗？大概在这个位置的话，我给它稍微来个这，来个这，中间啊，一定是在中间，不要画歪了。看到没有？画好之后。画好之后来，这不是有一个点上来了吗？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的这边的这个腮给它鼓出来，然后往下面去做连接。连接的时候啊，再看一下，往下连接的时候不要做成那种往里收的。它这个脸是一定越可爱它就会越胖，毛就会越蓬松，所以我们画的会圆一点，看到没有？会圆一点，就这种感觉。来这边，是不是圆过去？圆过去。没有背景色的时候，这个图案应该会清晰一点。能画好吗？把它的腮给它画圆润一点点啊！我这个线条粗了，边缘的这个地方圆一点。虚焦吗？你们看，这样也虚。快，大家跟着先把这个定位定好。看是模糊的，看不清。我这么一画的时候就虚。那我的手，这破手机，扔掉它。没事，我定位，你们看好，你们就跟着画，看好就跟着画。然后还有一些细节啊，先不要管，先把主要脸部定位给它定好。我先继续去画，这是刚刚结合我们刚刚定位点定的几个点，然后这是整个面部的一个轮廓，然后咱们再把它的耳朵给画出来，找好中心线，看看耳朵是在偏中心线的往右一点点开始去落的，右边的这个，然后它是一个什么形态啊？什么形态画上去，然后再下来，先把它的轮廓勾出来。没有啦，然后右边也是耳朵，其实小肚子耳朵大家就是曲折一点，然后最终能够别收成一个尖尖，收成一个偏椭圆一点点的就可以啊，这就可以。定好位置之后，包括身子的位置啊，它在整个你看头部定好之后，我们也要去把它的身子的宽度定好。身子的宽度大家切记，昨天大家画小新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你们的头定的很好，结果身子很随意，这个怪我没有给大家说清楚。但是当你画完头部要画身子的时候，你要通过身子去。就通过头去作为参考，看看身子它的宽度在哪里。比如说整个底下，对吧？它屁股最宽的地方，这是不是比个腮还要稍微窄那么一点点？你总不能画到这儿，是不是？所以说找好它的一个比例问题啊。最宽的地方我们大概去定一定，比腮稍微窄在这儿，在这儿。对吧？这样呢，它不会出错。然后咱往上去，先去定一个点，你先这么随便一画就行。底下因为还要画胳膊，画什么的啊？还要画胳膊，所以先把这儿画好之后，好了，基本的线条我们定好，基本的线条就定好，定好咱就可以先把它拿去照灯，先拿去照灯。然后照灯之后，我们再去增加一些细节性的，比如说它的胳膊，还有它的腿部啊，胳膊还有腿部。好了，大概照10秒钟左右就好，宝子们都能画上吗？都能不能画上？画10秒钟左右，10秒钟左右就可以。照10秒钟左右就可以啊。然后把它的耳朵内部，就是一定耳朵，还有就是这些需要填色有边框的，我们都可以先提前把它的这个给它画出来，是不是？这里面就是一个打弯儿，打弯。打弯，耳朵左右是不对称的啊，耳朵左右是不对称的。然后这画好之后，它的胳膊或者说面部我们找好，不是找了它的一个中心线嘛，对不对？然后去参考中间眼睛大概在这左半边的中间部分，然后先去定好鼻子上端这个位置，大概在中间到下巴1/2偏上一点点，中间到下巴1/2偏上一点点，那么它的整个鼻子部分就大概在这。鼻子是一个偏圆形啊，偏圆形一点点。好啦，这个嘴巴给它画好，画好。然后鼻子定好之后，把眼睛咱给它勾一下。眼睛是一个偏向于尖圆形的，咱甲型的尖圆形，看到没有？先去定好它的顶端的位置，从这儿到头顶1/2到头顶，大概在哪里？看看，找比例，找比例，找比例。
这是1/2，或者说你分成3/3处啊，2/3处，比如说从这儿到上面1、2、2/3处，那么它眼睛高度就在这里。这样你们盯好这个点再画，基本上是不会出错的，好不好？基本不会出错。眼睛下来。先大概去盯个线条就好啊，整个小腮给它圆出来，是这么出来的，眼睛连接上去就好。大家有的时候画图不要忘了先去判断，哎，我应该先怎么画，再怎么画，对吧？然后嘴巴还有手部给它稍微一勾。现在你勾线勾的越觉得好复杂好麻烦，那么待会儿你填色就会方便，要不然你也得通过色块去区分，色块区分一旦涂不好还更麻烦一点，所以干脆我们现在就多费点功夫，把它的这个整个轮廓给它先去勾画出来。还有这是他的腿，整个他的腿一定是比胳膊宽的，他胳膊要搭在腿上呀。他的腿是慢慢整个小兔子轮廓就有了，小兔子轮廓就有了。然后有的时候你们看画完头感觉下面留的这么窄够不够？只要比例你掌握好，千万不用担心，大胆去画。你看画完是不是比刚才看起来就舒服很多？好了啊，这就是整个这个小兔子的轮廓，我们彻底去照灯，彻底去照灯。画到这儿，很多同学哇好难，对不难，咱就不学了，不难就不学了，难就对了啊。然后前期你们先把这个轮廓勾好，先知道怎么去定位、定线等等等等的，定好了，我们接下来就要去进行填色啦，就是整个这个线条勾好了，剩下再填色就简单的多。另外再跟大家说一下，除了它的眼睛有点偏深棕色以外，其他这个图案的勾线都是以浅棕色为主啊。如果你们用黑色勾出来的这个兔子，肯定会出现偏差，所以说后期你们画的时候多注意，多注意，好吧？来，用我们这个选好的胶的颜色。然后胶带颜色去给这个小兔子先进行填色，整个耳朵、鼻子、眼睛、嘴巴，哎，哪里应该是什么颜色，直接往上去堆叠就可以了。你看，有了框，我们去填色，是不是就是往里就是填色？这是小朋友都能做的，对不对？然后无非就是我们要做的是怎么能控好咱们的笔。我现在用的是甲油胶啊，宝子们，你们可以用夹胶，也可以用彩绘胶，只要它上色度够，用什么都可以。然后做厚了也没关系，但是不要太厚，不要太厚。填色，就你们有的时候看一些图片，哇，人家做的好快，怎么那么快做完了？实际都是剪辑过的。不直播永远不知道一个图案，或者说不看教程永远不知道一个图案，这个画出来是需要多长时间，需要做到哪几步，是不是？胳膊填色，先你是不是刚刚来的？先把这个线框，你看底下先框定好之后，再去叠加这一层颜色。然后你就每个图案不一样，而且每个人习惯不一样，也可以你先去直接用色块定出来，然后再去定框。然后包括刚刚底下的这个轮廓，是为了让大家在画的时候先定位，
定好位置我们去填色，这样会更方便、更快速，而且不容易出错，好吧？在框框里面去定，然后底色是直接做好的，是在这个定框之前先做好的。这就跟小朋友玩涂色游戏一样，有个框你就只需要往里去填色就好，然后但是让你自己直接画吧，你有可能画不出来，是不是？所以说咱先把定位，只要定位定好，颜色用好，行了，剩下的就简单了啊。老师看不到图案，画一个指甲要多久？画一个指甲要多久？这个如果说是比较像这种卡通系列的话，半个小时差不多。正儿八经画快的话，半个小时，你们前期画有可能需要画到1个小时左右，画1个小时左右，很正常。慢慢练的越快，可能画的会那越啥。但你要画一个那种写实类的人物，有可能需要2个小时，2个小时左右。也就是说，做一个指甲，有的时候用1个小时画出来的和用半个小时画完，我们在顾客做售价上啊，肯定价格也是不一样的，好不好？这个图案看不清楚，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你们可以用彩绘胶去填色，也可以用甲油胶。用稀一点的胶吧，你看像这种稀一点的胶，它流平性好，然后但是它甲面会偏厚一点。然后如果说是用这个粘稠一点的胶吧，就容易有刷痕，怕大家弄不好。然后反正都行，你们看个人习惯啊。然后那个刷痕呢，就是用加固胶，需要用加固胶去找平。我再往下来一点。来吧，这是用甲油胶填的色啊，你们用彩绘胶。来，你把这个所有有它肤色的地方，我们全给它填上，然后待会儿我们再单独勾线勾出来就对了。所以说现在你定的位置就是为给这一层先铺色用的，先去铺色用的，所以说就算做不好也不用担心，没关系。好了，这一步定好之后，来去填第2个颜色，先去照灯啊，照灯之后填第2个颜色。先拿去照灯，宝子们。照灯1分钟，因为这个胶料要厚一点了，所以照灯1分钟。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用肤色或者是这个粉色把耳朵填上去，再用肤色把脸填上去，然后再把这个白色填上去。这个地方和肚子的颜色可以用一个颜色，肤色啊，肤色大家需要自行去调一下。然后如果有胶那就不用，那就就好了。没有胶的需要自行调胶，好不好？调肤色还记得吧？白色，这个红色，因为偏红调，所以说我红色会适当多一点点，以防万一调多调少，所以会把颜色放在旁边，先去给它进行搅拌。感觉这个颜色有点像了，那正好那就停了。那如果说不太像，那么你就该往里添加别的颜色就加啊，但是不要把颜色加的过分的这个跑偏，不要跑了。你看，像现在调着调多了，是不是？然后就可以再加点白，我用的比较多啊，所以说我们可以多来点，没关系，好吗？来，紫色画好，填别的颜色，粉色，填个粉色，填肤色。这里是肤色，这里是肤色。对吧？哪里是肤色，你先点上去，它的脸肤色定位先定好，然后嘴巴白的，然后肚子这儿下面这是一个肤色。好啦，这个要铺色的地方咱这不就定上去了吗？耳朵可以适当再加点红进去啊，待会儿咱们再去调，先把它肤色部分给它填满。都定好框了，所以沿着框去涂色没有难度。
时候大家就要注意了啊，在画眼睛的时候，不要就是盲目的去涂色。虽然你的轮廓定好了，但是如果轮廓定的不标准，比如说他的眼睛你轮廓你定的有点抖抖嗦嗦，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咱们彩绘胶，用这个色块把边缘给它做的干净，做实一点点，不能做的毛刺太多了啊，不能做毛刺太多。比如说这一步，咱就得把细节开始把控了。好了，这边填好颜色，这边再去填色。注意左右对称啊，左右对称。大家别用长拉线笔，短拉线笔画，你们会好控制一点。画这种图案可磨脾气了，你得慢慢画，但是画好了行，画不好就很难受，画好了就很有成就感。做这种啊，你们有没有看陆老师他之前画的那些，和现在画的简直是完全不一样。所以说，铁杵磨成针，坚持就是胜利。这有脏东西把它弄掉。到现在不知道大家还在没在看啊？一般你像平常直播，只要不是在学平常直播，我得画点这的时候都不爱看。所以说这个东西很有，你们抓紧练，练好了之后超过周瑜美甲师，因为他们很多人画不了，他们宁愿去买贴纸，但是贴纸10块钱一个手指，你知道这手绘200起。对吧？但是很多人他就是喜欢，不要用我们的这种想法去判断顾客的消费能力啊。就是我们有可能觉得啊，是不是太被人家接受不了？但是有的人他就是喜欢，好吧？又在把黑历史，把黑历史，你们去有录老师那个微的，你们去看看他那个微，他发了一个朋友圈，自己发的之前他做的那些那个叫什么来着，画的卡通，那会儿说他还那个啥，你去看看他发的，现在陆老师进步可大。一点点磨过来的，眼睛和脸对眼睛和脸一样吗？眼睛还肯定不一样呀，一看就不一样。你先把肤色铺上去，是吧？我们再刻画细节。其实肚子这个颜色都应该不一样，但是那个用 pad 说调就调了，点一下的事儿。然后，但是我们用手画吧，咱这样就是能稍微调节换一下啊，就不用换了，就还是用这个颜色就行，还用这个颜色就行。好了，来这个颜色里面稍微给它怼一点，就是你刚刚调好的红色，肤色里面多少再点进去一点点红色就够了，不需要再额外调色，再点上一点点的红，去给它调成一个这个偏红调一点点的色啊，偏红调一点点的这个色，然后我们去把它的耳朵勾画，内部耳朵勾画出来，填好颜色。眼睛肤色，眼睛不是肤色，先铺底色，然后眼睛再额外加啊，额外加。
咱有时候开线下画也是一上午啊，这一上午有可能就是在画一个图案，需要大家练。但是你们如果在画的途中自己学着去找窍门，看看有什么这个好的方法，是不是？这是咱学习目的，不是为了学会画这一个小兔子。好了啊，顺带把鼻子跟这个那个啥的一会儿再画把鼻子，还有白色没叠加。完了这一层画好之后，先照灯，先描框再填色，是不是要快？是的，是的。这样做是最快的，就是你只需要用它的皮肤主要的肤色，它的肤色是紫色嘛，把它的肤色浅一点的颜色去定框，不要管周围是什么颜色，你就把它的脸，然后腮、眼睛、鼻子、胳膊、耳朵全部勾出框来之后，定好框，然后我们再去那个填色会方便很多。那如果你先去填色块，适合什么呢？适合画那种米妮那种也可以，先定线是最好的，好吧？先定线是最好的。多照会儿灯啊！照灯的途中不要拿出来，你一旦拿出来，我怕会缩胶，好吧？因为胶有的时候厚了，你一旦那啥，它很容易缩胶。然后笔擦干净，取白色甲油胶把鼻子画上去，鼻子和它的这个胸毛，鼻子和它的胸毛给它画上，填色填上。啊，个人习惯可以先铺色的，我说过，千万不要说我说了先定框，你们就定框，反正定位只要定好，你先画单独先把眼睛画好，再一点点往外扩也行。但是新手小白是不太适合那么去做的，这样做更保险一点，好不好？更保险一点。为啥刚刚不一块把这个白色涂了？因为紫色那个肤色都没有照灯，我怕这么一涂，肤色跟白色你在描边的时候颜色会晕到一起去，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是需要去照灯的。是不是？你看这个小兔子基本的状态就出来了吧，对不对？这现在再来去填画细节，什么描边，咱不就知道咱描哪儿了吗？那有的时候这个就得等啊，一步步来，不可能一次就做好，所以说慢慢去画，去堆叠。OK，所有的色块马上就定好了，来先照灯，照灯。照灯1分钟，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给它定一个线，然后把眼睛画上去，然后双眼皮，最后描线就完成了，描线就完成了，就这么快吗？就这么快。然后可能刚开始咱们浪费了一些时间啊，但是背景色教大家做了一点点，然后怎么定位教大家做了一点点。你看定好这个框，按照比例去找，定好某个局部画圆、画弧线、画三角、画方形，然后画好之后填色，最后增加细节就可以。整个画彩绘图案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其实画写实人物的话，它的那个画法就更多了，跟这个会有天壤区别。但是像这种画起来又出土又好看，所以说会深受这个咱美甲师的一些欢迎。好了，这个画好，我们最后把那个鼻子呀这些框啊，先给它稍微定一下，先去加一下鼻子吧，鼻子在这儿。鼻子是不是就有了？然后眼睛可以先拿细线，还是当你不知道怎么画的时候，先拿一个肤色的细线，哦，是肤色啊，对，肤色。然后我们又在这个位置，它从这儿延伸出来的，咱就用这个细线去走一走它眼睛的一个方向。
定一条线，你自己能看清就行啊，自己能看清就行，不要管这个我怎么样。然后上面来还是的去画出一个椭圆形，这个椭圆形是不是跟上那个肤色那个椭圆是有一点点等比例缩小的？左右对称。好了，印好这个框之后，我们去进行填色。填色的话，像这个我们放大去看，它其实是偏向于一个紫调，偏暗一点点，又加了那么一点点这个棕调进去的一个颜色啊。所以说，我们可以拿刚刚你肤色的那个，我们去加上一点点的紫调，或者说再加一点点的棕。就是刚刚调好了，不是肤色吗？我们加进去一点点棕，别加多了，多了待会儿再说。然后调一调试试，看看对不对。这个颜色好像有点太偏粉，太偏红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来一点紫调进去，别多了，然后再去进行调色。好了，这个颜色我们调完，基本上就是错不了的。所以你能从一个颜色里面看到什么，你就把它加进去什么。来放大去看，看看这两个颜色是不是比较接近了。慢慢少加，别多加多量，一点点去加，一点点加，然后这样呢，就把刚刚做的这个给它填上颜色。1/2高度，1/2高度。谁呀？你不敢来，就不来。你这忒牛了。你好点来一句，哎，你好，没准人家送个快递。你看，这就完成了啊，很快了，接近尾声了，同学们，坚持就是胜利，坚持画下去，画不好没关系，再画一次。是的，再画一次，一次画不好画2次，2次画不好画3次，得坚持住，咱们就可以给它做清楚。快一点，什么快一点？稍等。照灯，好像所有的色块咱是不是都给它加上去了？照灯按照灯，最后剩下的就是再把它的双眼皮给它加深，就加深的时候还是就是这个地方再加深，然后把这个紫色再加到这里面去，再加上一点点棕色，在一个小局部的地方去加就好了。你看，在这一个里面去进行填色，出来是不是就会好很多？就不需要我们反反复复的去增加太多了啊！再去取焦再调很麻烦，就能有现有的情况下再去调色系还能统一。好了，把这个双眼皮给它画出来。眼睛好大。我得稍微拿近一点看的同学们，你们知道把他的双眼皮画上去，最后剩下的就是填色了啊。稍近一点，因为这样怼在镜头前面，在手机正下方，我实际上是有点看不见的。我知道看不见了，我现在说了，就是因为我在这上看得见，我画看不着。俩双眼皮，还有上面眼睛这个地方双眼皮，上面的这个大啊，可以让大家看上去画，下面那个细细小小的，这其实就是一个眼睑的部分，这不是什么双眼皮啊，这上面就是一个眼睑的部分。
点点的小腮红。大家看一下腮红怎么处理啊？腮红怎么处理？腮红在之后画人物、画阴影的时候可能会论上，然后准备一个小腮红胶，用透色甲油胶就行，透色甲油胶去操作。就跟我们做晕染做那个腮红甲是一样的，做个小腮红渐变，然后我们就拿这个笔，就很简单啊，就是蘸一点这个腮红，然后点上去，在这边来点，点好之后不能就这样呀，不能就这个样子，我们就把这个边缘颜色给它过渡开。你看它的腮红过渡到哪儿，咱们就过渡到哪儿。但如果发现这个腮红胶多了，那我们可以去把笔擦一下。把笔擦一下，你看不能出现这个样子啊！把笔擦一下，然后边缘再拍一拍，再拍一拍，或者说胶多了勾掉，勾掉。到最边边的地方，我们可以笔去蘸一点点底胶，把它给晕开。看到没有？是不是它的这个渐变感觉就出来了？中间一定是深色啊，然后边缘用底胶去进行调和一下，把它调成一个半透状，然后给它晕开铺开，是不是一支拉线笔就解决掉？你看腮红做好了吧？左边也是一样，组上去。OK， 这画好，画好，腮红完成，照灯。取棒，棕色彩绘胶，棕色彩绘胶。描边的话，我们中间会加上一点白。稍微保留一点点深色啊，深色用来画眼睛，调成一个就是这种，其实在这个手机上显示的颜色跟我们肉眼看到的颜色会有一点点偏差，所以说差不多就行啊。擦干净笔，点胶描框，然后描框可以细细的线条，开始描线了啊，描线就比较简单，就沿着你画的这个纹路去走线条就好。画一定要画清楚，不能因为描框咱们就随便去画，也得给它描清楚一些。就是沿着你最开始定线条的那个肤色线你去画。它不平整，你铺的胶格外不平整的那些同学，你们可以先去涂一层加护胶，再去叠加这一层的这个线条，也是可以的啊。不一定非得就是说全部弄好我再去勾画，没必要，就是能画好为准。所以说可以先涂一层加护胶，再来去操作这一步。哎，卡了吗？先照个灯吧，它不平整了。先去照个灯。来吧，加固之后擦浮胶，不要忘了擦浮胶再画。然后线条不清晰的时候，整个图案是不够明显的，它就是发虚的，很正常啊。眼睛，先得加点黑，太暗太亮，这个棕色太亮了，调点黑色进去。
眼似的。陆老师可真好，看不懂接着再画。只要把线条描上去，咱们这个基本就完成了啊！我去快速画完，大家去看一下最后的效果图。这个颜色太虚了啊！这个线条边缘颜色有点太虚了，一定颜色要实，再实一点。你画肯定比我画的好啊！我这在直播间教就是一切着急忙慌的。这个棕色没色了，加黑色，再加黑色调一调。棕色你们彩绘胶如果太透的话，一定得就加重啊，一不加重，你看出来这个图案的发虚就可不好看。要重新弄。彩绘胶本身要的就是实色的边边，完了给咱做出来是这种虚的边就不对了。早灯边边底线黄都定好了，早灯还有缝层。OK， 还有小兔子啊，小兔子弄定好，这个线条有点太轻了，然后回头把这个大家把细节边缘给描细致一点，包括它小爪子的细节，这些都还没画上去，